到底是现在的国民党是老蒋的继承人，还是民进党是老蒋的继承人？823不就是共产党跟国民党在打仗吗？这样子的纪念有意义吗？他从逻辑上他是不承认823炮弹的内战性质，但是今天的民进党却把823的这种两岸对立对争的这种形式给继承了下来。只是民进党把这个形式从所谓的内战叙事调整成侵略叙事。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今天我们来聊823炮。1958年8月23号到10月5号是823炮战最激烈的时候。什么是823炮战呢？英文里面它叫 Second Taiwan Strait Crisis 啊，第二次海峡危机。这个是国共内战里面呢最后一场的热战。也是海峡两岸迄今为止啊，从1958年10月5号之后，两岸就没有发生非常激烈的一种冲突了。当然，它一直到1978年的12月25号最后一次炮击。为什么1978年的12月25号最后一次炮击呢？因为后面是政治炮。那后面为什么政治炮呢？因为很简单啊，就是代表说两岸还在冲突。到了1978年12月25号是最后一次炮，到了1979年的1月1号正式宣布停止炮击。金门为什么是1979年1月1号呢？因为1979年1月1号，美利坚合众国宣布与中华民国政府断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交，也就是1979年1月1号，所以这炮就不用打了。那为什么我刚才说讲叫政治炮呢？因为823炮战事实上就是什么？两岸内战。北京政府要向世界宣告一件事情，就是北京政府才是中国合法政府，也就是1949年10月1号在天安门广场由毛泽东所宣布正式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候，也就是新中国的成立。所以1958年的823炮战事实上它拖了非常非常的久，它的形式上从1958年一路打炮打到1979年，整整打了20年多。那当时有几个点啊？彭德怀有发布一个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这是1958年10月6号，这相当于是宣告了823炮战从激烈期转入到了这个和缓期的开始啊。我跟大家讲，彭德怀的这个告台澎金马同胞书，它的这个调子是大陆同学认识823炮战的调子。所以第一个要先都是中国人，因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是对岸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样态。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属于惩罚性质，因为你们领导者谁呢？就老蒋。老蒋当时的飞机啊，飞到什么云南、贵州、四川，康就是当时的西康，后来取消掉了。青海丢传单、丢特务，炸福州、老浙江，当时会去轰炸对岸。所以呢，因为实在是忍不住啊，所以呢，要对人打一些炮。那中国必须只能有一个，世界上不会有两个中国。这一点在联合国里面，为什么这就定掉了823炮战的本身的政治属性。对，就是为什么在1979年的1月1号正式停止，因为1979年1月1号，全世界上所承认的中国政府主流，至少联合国就已经是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那因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人去统一。那为什么他们说确实不是美国人领土？因为当时有什么？有中华民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共同防御协定，叫中美共同防御协定。现在因为一般简称，所以就把它变成台美共同防御协定。因为现在就把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嘛，中华民国是台湾嘛，中华民国不是台湾。这一点前阵这里我一讲，引起轩然大波，还记得吗？什么时候中华民国一定是台湾了？中华民国是在台湾，中华民国政府它的治权所及只剩什么？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就台澎金马。所以以前有这个台澎金马，所以必须先搁置掉主权问题，才能处理后面问题。那因此他们必须声明说，你跟美国人所订立的军事协议是片面的，我们不应承认，予以废除。所以你看，他是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他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所订立的军事协定，因为不能是政府对政府，因为我才是合法政府。所以彭德怀他的署名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1958年10月6号上意思。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才是政府，你们是私自去跟美国人订说我们不予承认，要予以废除。我提醒你们，别再来炸我了，对我不仁，别对我不义。这个，所以在823炮战里面呢，大陆的定调跟台湾的定调理解就非常非常不一样。我们的定调叫做侵略之战，古宁头到823，就是对岸要对台湾的所谓的侵略之战。其实他们叫做统一战争啊，解放战争。那我们其实以前叫国共内战，所以以前在国民党执政时代，它并不是把它定略成侵略，而是内战。
以前民进党是不敢碰823炮战的。823难道是民进党在跟共产党打仗吗？823不就是共产党跟国民党在打仗吗？那如果今天这些去打仗的人是以牺牲台湾人民的性命来换取国民党的胜利，这样子的纪念有意义吗？这是民进党以前官方态度哦，这就是台独逻辑。823这样的纪念有意义吗？对他来讲没有意义，很简单，真的是没有意义。因为民进党的一个逻辑都是把823炮战视为国共内战，但国共内战是国民党把台湾人给卷入，因为国民党占领了台湾，把台湾人给卷入的这场内战，所以这场内战跟民进党无关，它不是属于台湾人的内战，因为台湾自始至终是独立的，它概念就这样。所以不该纪念。但事实上，你回到当时的原点哦，这不是就很讽刺吗？美国人总有一天会抛弃你们。对啊，因为1979年的1月1号，美国人就正式抛弃了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嘛。所以这个彭德怀变预言家，你们看到对不对？然后再来呢，历史巨人要出来证明的，那真的被证明了。美国人不愿意直接支持金门，但在当时大陆的视角，美国人第7舰队协防台湾，为什么？因为1950年韩战爆发，美国第7舰队派了2艘航空母舰来嘛。协防台湾这个事情是侵占了台湾海峡的主权，这个是中美的主权问题啊，应该由中美来举行谈判解决。但为中美不能举行谈判解决，因为中美之间，中国现在有代表权问题啊。那来，美国人走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我只能说，彭德怀的战略眼光真的是很屌，早走对美国有利，因为他可以取得主动权啊。结果美国现在就不走，赖到现在赖着不走，对吧？但现在想走了又走不了，迟走不利。因为他老是被动，现在非常的被动。第一岛链现在状况，美国人非常的被动，美国人想往第2岛链在动。为什么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呢？万里之外啊！所以呢，这句话是在考试美国人叫什么？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的西太平洋，听起来很拗口，对不对？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的东太平洋，为什么？因为大家也知道中美各据中西太平洋。对，因为美国的门罗主义叫什么？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所以啊，西太平洋人是西太平洋的西太平洋。你美国人，你跑来这里缴获干嘛呢？那你说你当年为什么来缴获？因为当年是为什么？因为当年打完美西战争，美国人取得什么？美国人在1899年，就是19世纪末的时候，取得了2块非常重要的殖民地，一个叫古巴，一个就叫菲律宾。所以菲律宾变成美国殖民地，所以他来了嘛。但是事实上，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菲律宾就要走向独立了，所以美国人迟早得走的嘛。这一点常识美国人应该是懂的，所以今天美国人在做了一个这个事情，这个是1958年，彭德怀可能没有预见到是说两岸竟然打这么久，所以啊，那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有战火，应当予以停止并予以熄灭，我们应该不要再打了，这个是需要谈判，所以任何的停火都需要谈判。为什么两岸一定要交流？为什么两岸一定要谈判？1958年10月6号，彭德怀部长已经告诉大家非常清楚了。1958年到今天68年，所以为什么823炮战非常重要？823的历史意涵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台湾人知道的太少太少太少了。就我们常讲大陆对台湾穷凶恶极吗？那你看完这个之后，你觉得大陆对台湾穷凶恶极吗？因为他现在在讲的不就现在正在发生的吗？只是发生了很久，因为彭德怀也没料到再打30年也没什么了不起。是啊，他都不是再打，是再过60年也还没解决啊。823炮战到今天68年了。当年台湾的武器主要是谁支持的？我给你东西，但是你自己打。那今天不就一样吗？823到今天，两岸的形势有一种根本的变化，那是在形势变化，但在另外一个形式上有变化吗？823到今天啊，68年啊，我们讨论2个形势，两岸在形势上有没有剧烈的变化？变化非常剧烈。但两岸在形势上，民进党主政之下有没有变化？民进党好笑了，当年的徐家清说这是你国民党跟共产党打的仗，你为什么要把台湾人卷入？他从逻辑上他是不承认823炮战的内战性质，但是今天的民进党却把823的这种两岸对立对争的这种形式给继承了下来。到底是现在的国民党是老蒋的继承人，还是民进党是老蒋的继承人？只是民进党把这个形式从所谓的内战叙事调整成侵略叙事。好，来我们看民国116年，就是2027年，明年的国防军事预算，从民进党执政以来，何等恐怖啊！破1兆台币再买军事预算，要来到1.1兆 ，GDP 要加到将近4%。
疯狂买美国的武器，你自己看，这会出事的，各位。而且他会逼着在野党一直要跟进，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特别预算一加再加，115年编列1868亿，116年要编列2388亿啊！台湾现在已经进入穷兵黩武状态了。1.1兆什么意思？台湾全年度的预算才3兆台币啊！我们有1/3的预算投入在国防里面呢，各位，准备进入朝鲜时刻，或者所谓的美国人的这样的状况。AI 赚了一堆钱，加了一堆税，结果呢，全部拿去买武器。然后更可笑是买了半天武器是 Made in China。所以今天我们提出一个大哉问：823炮战68年的今天，我们还守得住吗？如果再发生一次，那这一次823炮战就不会只发生在金门而已啊！现在的大陆2炮部队可以打到哪里去？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差异。今年度汉光42号演习落幕，无人机项目也成为一大亮点。军方透露，空军规划成立无人机攻击大队，将新购的攻击型无人机与现役的舰小反辐射无人机进行整合。此外，陆军也传出规划成立无人机攻击指挥部。外界解读，此次汉光大秀无人机战力，似乎也在为争取2100亿元的特别预算来助攻。然后呢，你知道吗？他们这次在金门呢也是搞很多事啊。清晨时分，天空露出淡淡光芒，实弹射击接连出鞘，一声声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划破黎明天际。而且我跟你讲哦，这次汉光哦，在台湾这个采用实兵不实弹，在金门采用实兵实弹。我就问啊，这样的实兵操演，不是我要灭自己的威风，因为在台湾讲这个肯定政治不正确嘛。但讲白了，这样的一个操演，它能够挡得住吗？这超热，因为我以前那个驾车。直白的讲啦，台湾要去看到对岸怎么去认识这些事情。如果我们的是继续的当缩头乌龟，不把这些事情当成一回事的，那最终历史的反噬绝对会对台湾形成雷霆暴击。为什么彭德怀去讲这个？美国人当时是不愿意站在第一线，所以他们搞了一个叫做联合编队，把美国人的军舰跟国军的军舰呢做联合编队，国军的军舰呢做这个补给舰，美军做部分的护航。如果遇到解放军开火的时候，美军就会离开现场。所以当时解放军有一个内部的情报说，美舰看到开炮立刻掉头就跑。所以美军不是帮忙守着啊，是远远在看啊，是装着有在帮啊。为什么把823拿出来？一方面我们要重新定性这个历史问题，二方面我们要从这个历史问题来看待今天台湾的问题，就是我们编了这么高的国防预算，买了这么多美国的武器，我们大量的军事预算消耗在这里面。可是当年1958年8月23号当时的解放军是什么程度？今天的解放军2026年8月23号，请问今天的解放军是什么程度？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要很实际的去讨论，去看这些问题。我今天为什么把这些事情给拿出来跟大家聊？其实我是希望说，我们透过这样的讨论，我们是一个很实质的一个状态去思考问题。所以这个单打双不打，逢年过节还停炮3天的这个打法，事实上是用所谓的内战未结束，维持着两岸的一个主权的统一。这个概念以前有人提过，但在台湾不是一个主流的说法。但是在大陆现在已经逐渐成为一个主流的说法。我个人从历史的观点来说，所以我才说在政治炮嘛，因为它是个政治问题。政治问题是什么？保留着台湾海峡属于中国人的海峡，台湾海峡是中国人的海峡，台湾海峡不是你美国人的海峡，你美国人无权介入。事实上也有一种说法这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也因为这样，所以台澎才会是继续在什么老蒋的手上啊，不然的话就变成美国人。就是大家去理解，这个是所谓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主权的问题。因为你如果不强调这个主权的问题，那美国人怎么处置台湾澎湖？因为台湾澎湖理论上按照波茨坦公告，它是归属于中国没有错。但如果今天在台湾澎湖上的
军队、政府，它不是中国政府的话，那请问它还归属于台湾吗？它还是属于所谓的中国的主权的范畴吗？这就是当时对岸的一个军事政治上的一个讨论，就是这样。事实上，也因为有这个823炮战、古宁头战役的这个形成啊，被废除来。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就是什么？中华民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共同防御条约。因为有古宁头之后，再接着有韩战，所以当时签这个中美共同防御条约。那事实上就是防止两岸要统一啊。那防止两岸要统一，它有个背景是什么？如果照这个趋势下去，那请问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还有主权独立性吗？这就是为什么在对岸它有一个政治主张在这里。OK， 所以因此这个是它的逻辑。所以到了1958年打823的时候，事实上这是个政治炮嘛，因为想测试这个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效用。果然美国人马上怎样？这个金马不在协防范围内。所以这就明确了一件事哦，金门马祖看起来都在所谓的中华民国治下，但是金门马祖怎样的存在出现特殊性？为什么不拿金马？因为金门马祖属于什么？属于福建省。所以为什么陈玉珍说他是福建人？因为金门有一个福建省政府，到现在还在，是吧？这个吗？对啊。现在的所谓的行政院金马联合服务中心，有没有？它的标题上就写着福建省政府。谁提词的？李登辉，台独教父李登辉啊！我就说讽不讽刺嘛，你不觉得很好笑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郑丽文在讲啊，台湾从来没有独立过，也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这是他讲到的嘛。为什么可以讲这个？这是客观现实啊。所谓中华民国台湾，就是忽略了这个历史的客观现实啊。金门马祖属于福建，为什么现在大陆对金门马祖这么好，但是他不要统一？所以曾经有个人提出过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啊，叫金门和平宣言啊，他就是要把金门做成两岸和平示范区，用金门来谈两岸的事情。那个人叫郭台铭。当时他这个政策，我觉得是相当有意思的，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从严去讨论823炮战的历史意涵。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如果它涵盖了金门马祖，但是问题在你中华民国政府你是管理着金门马祖，就是所谓连江县的，所以你管理着金门马祖，你请问怎么处理这个 bug？ 这就是为什么早期的台独理论者啊，都会出现一个脑袋里面怎样，不是装知识区，是脑袋里面叫抽风。金马存在，那金马不要算好了，为什么金马还要算？金马算什么屁啊？那没办法搞台独啊，搞不了，你懂吗？搞不了，因为这是个 bug， 它也不在中美共同防御条约里面。然后呢，但是它又属于中华民国政府，那怎么办呢？然后呢，它又属于内战的前缘，因此为什么后面叫政治炮？因为1958年之后立即打了之后，后面变政治炮，最主要原因是什么？事实上，他说一开始可能就是政治炮，原因很简单，我要宣示内战没有结束，我是中国主权代表，我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主权的合法代表，对岸的中华民国政府我们不承认他，所以他是一直用领导人，好，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台湾的正式名称是中华民国台湾省，地理上名字叫台湾岛，不是叫做台湾共和国。没有什么中华民国台湾，中华民国台湾省有，中华民国的台湾岛有，中华民国台湾，你世界上你全世界去看，有哪个国家是什么中华民国台湾？就是说有哪个国家是比如说荷兰国荷兰这样子，是不是？有这种国吗？睁眼说瞎话嘛。如果823不只发生在今天，而823是发生在台湾，我们守不守得住？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的大哉问。我们买了这么多美国的武器，那你看民进党在哪？继续花钱秀腿。呼叫中国海警146洞沟，呼叫中国海警146洞沟，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 EP1洞3沟警广播。你们未经许可进入我国水域，已违反国际法规定。我今天就透过这个823，我把历史、军事的各个方面，都做了一些讨论。我就想到当年的823。用的是美制武器，美国人来支援都这样上前这样坑坑巴巴的。那今天呢？我们买了那么多美制武器，那我们守得住吗？台湾现在国军能用吗？连 F-35都交成这个样子，那所谓第一台 F-16飞抵台湾，不是笑话吗？讲白了，没有雷达就跟裸奔没什么两样嘛。那请问这样子这个战斗是要怎么战下去呢？